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赵28岁，来自河北个体；女嘉宾小张29岁，同样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12年是吧？对，12年分开了，没错。然后又想好，是这意思吗？对，是这意思。那咱们12年，咱慢慢的说好不好？是高中同学。对，高中那时候因为是同班同学，那时候我见他第一面就对他一见钟情。但是高中时候我性格比较内敛，所以我暗恋他了3年。直到高中毕业之后，我去北京上大学啊。那时候他在唐山上大学。因为异地的关系，我们见面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先后我向他曾经表白过3次，那时候都被他拒绝了。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啊，我回唐山参加工作，我一直都在追他啊。有一次我就向他表白了，后来他同意，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哎，我问一句啊，大学期间他谈过恋爱吗？大学期间没有。你也没谈？对。哦，这两个人还挺纠结的啊，都没谈恋爱，都好像在等着彼此，这不就好了吗？对，多幸福啊！对。然后呢？但是谈的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件既快乐又痛苦的事情。怎么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总是在怀疑他。感情上我不信任他，就是他喜欢我那么长时间，就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我觉得他应该很珍惜我才对，然后没想到就是他总是怀疑我、猜忌我。猜你什么呢？就是聚餐嘛，然后他每次都是让我发位置、发小视频，就是查岗嘛。然后业余时间就是想去舞蹈教室代课，然后他就特别不愿意我去，因为有男舞蹈老师。他就觉得人家热情的对我，他就觉得人家对我有意思，就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我承认当时咱俩好的那段时间，我感情很幼稚，出在感情上不信任你啊。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后来我很后悔，也很懊恼，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关心他，在他家门口等他的时候，我就想，因为他刚她的男朋友刚分手嘛。不。那会儿怎么又分手了，小子？等一下，那个，你们俩是好了之后，等于分手了是吧？就是我们分手之后，你又有男朋友了？我之后有一段时间有过一段感情。好，等等，我还是想顺着听啊，没关系。那个，因为你不信任他，所以分手了。对。当时分手是女生提的还是你提的？分手是我提的。等于读了4年的大学，相恋了1年，是吧？然后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你还是在唐山吗？分开之后，我就去北京了。你去北京干嘛呀？去北京，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在唐山继续待下去啊，还不能再面对他，面对我那段感情。二来我想证明我一下能力，后来我就去北京发展了。你就到北京了？对。然后他离开唐山之后，等于你有了新的恋情了？对。后来，交往的那段感情就是一段失败的感情，然后就是因为男方总是不兑现承诺嘛，然后我们之间就有很多隔阂，然后就分手了。之后他就是一直安慰我，开导我，以朋友的身份，然后我也挺感激他的。那你谈那段恋爱的时候，他纠缠过你吗？没有。那你是在关注他呢，还是什么呀？对，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跟他有联系，而且一直也很关心他，很关心他这段感情。那时候我就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他做交流的，因为我知道她男朋友了。那时候我也挺灰心的，说实话。那会儿你没找一个女生吗？没交个女朋友吗？那时候我在北京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都有他，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等于你也就没再谈朋友是吗？对。然后你就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然后你又杀回来了。我知道，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之后，我就把北京工作辞掉了，然后我就回唐山了。回来之后你是追她还是怎么着？他就是为了我把北京那么好的工作辞了，我内心是很愧疚的。就是我劝过他，就是让他回去，但是他不听。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他还是在唐山。在唐山。那今天来是干嘛？给一个机会是你要重新追他是吗？对。那你是女生不愿意是吧？主持人，就是他那么喜欢我，然后追我，就我同意之后，但是他并没有好好对我，总是怀疑我。我们分手是因为有一次我
脚扭伤了嘛，上舞蹈课，就是男同事把我送医院了。我当时没马上告诉他，因为情急之下，他就怪我说我不在乎他，然后怀疑我跟人家有不正当关系，居然在医院不但不关心我，还跟我吵架，居然他还提分手。当时我特别伤心。就是在你受伤的情况下，他没有安慰你，还怀疑你跟男同事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他总是这样疑神疑鬼的。那这个他这次回来之后好了吗？变好了吗？自他从北京回来以后，确实表面上是千方百计的对我好，但是他做了很多事儿，就让我接受不了。比如说呢？他开车去我们公司楼下接我下班那时候他每天都去，我都说你都不用去，因为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你没必要这样做，是吧？我们同事也都知道我没有男朋友，就这样就是给我造成困扰了。就是如果我跟同事去聚会了，他不去接我，就跑到我们家楼下等我，就一直等，就等到我回去为止，就有那种就是堵我的意思。可是那时候我是出于关心他，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刚跟他男朋友分手，所以我回来我想我对他不太放心的，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怕他想不开。他关心我觉得咱们现在是普通朋友吧，并不是恋人关系，你关心也要有一个尺度吧。那他当时回来的时候是你让他回来的？没有。就是你知道他失恋了，你就回来了？不，那个时候因为确实回唐山之前，我跟我唐山朋友也商量过，就是打算回唐山做一点小生意。然后回来之后，我就也在继续追他，相当于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追求他。你跟他明确说了你们俩不可能了吗？那时候我们只是朋友，但是他也没有说。不是你跟他明确说，你说我们就是朋友。说过，他没有表白那时候。那时候没有表白。对，所以你也就他接你也就接你了，是吧？就我觉得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他人品也挺好的。就是说实在的，他就是我唯一的异性的朋友。后来呢？就是他总是自以为是的对我好，周末去舞蹈教室，他说顺道带我，我觉得朋友嘛，就是拉我一段就无所谓，然后我就同意了。你真不知道他在追你啊？当时他没有跟我他没说，反正顺风车我也就搭了呗，是这意思吧？可是那个时候我去送他去上舞蹈课，那时候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俩好的时候我其实很反对他去上舞蹈课因为他跟男同事之间，因为我感觉那时候他很单纯后来回来之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后悔当初我做的那些决定所以我就很鼓励他去上舞蹈课，然后我就开车去接他，而且他根本都不是说开车就是顺道捎我一段，我觉得那个朋友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他就是说去忙了，把我放在那儿，然后没过一会儿他就去舞蹈教室找我，他就说忙完了就是陪我，然后我就一直一待一天的，不管是我上课还是跟同事交流他都在那儿待着。我劝他就是你去忙吧，他也不会走。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他有点影响你正常的。对，然后就我跟男同事说句话，他就盯着我，就是让我有就是后背发凉的感觉，所作所为让我接受不了。那他又做了什么了呢？不是那时候周六周日我去送他，那时候我周六日双休嘛我去送他，我想多跟他待一会儿。因为周一到周五我根本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那时候我想多陪陪他。那时候我还没有答应你，跟你就是，然后我们学生都看着呢，他在那儿杵着，就一杵一天的。其实就向外界宣布我对吧？你是这意思吧？对对。他总是自作主张然后就觉得是为我好，然后给我很大的压力然后有一次。他那个骗我说想投资房产嘛他说不了解当时唐山的那个房市就是让我帮他参谋参谋，就把我骗到那个售楼处，就问我喜欢什么户型然后就聊，就好像在给我们以后选婚房就是我觉得当时那种你想多了吧？就不是，他就是这种想法的。是吗？我那时候我带他去看房，的确我是有过那种想带他看我们将来的房子如果你早说是那个意思，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的。后来买了吗这房？那个时候我去带他去看房，因为我觉得当时即便将来我们不在一起的话，我想我将来在那房子住的时候，我一想就是当时他帮我选的那个房，我也感觉。主持人，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特别可怕。我是想打开我的心结之后，再跟他慢慢相处。但是他拿房子这么大的事儿来逼迫我。不是他买房了吗？我走了呀，我知道他的想法之后，我当然不接受了。
他就说要买婚房，就是他就是想要照着我的喜好选，就是男生太着急了，你反而害怕。对，他每次都是这样。我是想证明他，我现在有买房的能力，因为我在北京发展那几年，包括在去北京之前，我攒了一些钱，完全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支付我们那个房。所以我想证明他，我现在那时候已经有经济能力了。你们俩当时分手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吧？对呀，当时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并不是因为一套房子。然后这件事完了之后，你就来我们这儿了，是吗？还有一件事更过分，让我特别下不来台。什么事儿？他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然后一帮老同学、高中同学嘛，一起吃饭，挺开心的。吃完饭又去 KTV 唱歌，到包间以后就是满屋子的花啊、蜡烛啊，然后大家都起哄。然后他就求跟我复合，当时我是挺尴尬的，因为我心里有心结还没有打开因为我们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又是拿那种众人逼迫的那种状态你让我很下不来台我不是不感激你，但是我觉得你用的方式我真的接受不了。可是那时候你知道吗？自从我上次带你看房的时候，我感觉从那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了，我感觉我们关系还不如当初我们做朋友那时候的关系呢。而且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处心积虑找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合理的方式。处心积虑了是吧？就我觉得感情嘛，就应该单纯一点。我是不是不接受你知道吗？只是你的方式。姑娘，你到底想怎么着啊？这个，我问问吧。哎，非他不娶是吧？对。你怕他？你怕什么呀？就是他那种疑心病啊，然后就是总监视我。他现在不是不疑你了吗？他就换了一种方式啊。没换方式就不会一直打电话质问我了，然后就是选择去我们家楼下守我，然后各种就是那种无形的那种压力，他这种方式让我有点承受不了啊。你怎么了 ？KTV 怎么了？可是那时候去 KTV 我确实没有跟他商量因为那时候他曾经跟我说我不懂得浪漫，然后那时候我想鼓起勇气想跟他浪漫一下，跟我那朋友策划的那一场 KTV 那件事然后在此之前我也觉得我想找一个恰当时机挽回我们之间那段感情，所以我那时候就在 KTV 那块表白了。哎，你们两家人知道你们俩这么纠葛了12年吧？我跟我家长说，跟我父亲说过。哦，你爸怎么说啊？我爸当时很鼓励我，他不想让我放弃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哦，你们那些同学该结婚的也结了吧？在唐山那地方。对。他们怎么看你们这段感情啊？我好多朋友都是不赞同我和他。为什么呢？那不是应该按理说很多人会长情啊，这个为什么他们就不赞同呢？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很累，就是心理上的压力。被爱或者说被这个男生的很多东西禁锢住了是吧？会有压力，你自己有这感受是吧？对。当然，你跟他开诚布公的聊过吗？说我不接受你这。说过，我也开导他。就是第一段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挺包容他这种想法，我理解他，但是没得到我想要的那种。你们家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子等了你12年吗？知道他那你妈妈什么态度啊？他们挺尊重我的想法的，然后可能没跟他们说那么细。你理解他那个想法吗？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理解他的，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次这个平台，想挽回我们那段感情，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方式了。我再好奇的问一句，你到底喜欢这女生什么呀？我喜欢她的面庞，还有她那种气质。什么气质？就是她有时候给我那种感觉，她很单纯，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来说，她一直也很单纯。那你也不介意她曾经也交往过一段男朋友是吧？对，我不介意，那时候的确是我做的不对。哎呀，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想象当中的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是一个有包容心、大度，然后能为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有进取心的一个人。他一直追你了12年，他给你表白过3次，你都拒绝了，是吧？对。为什么呢？当时因为那时候上学就是我们异地，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喜欢我，然后也没有让我感受到他的诚意。就后来为什么同意了呢？
毕业以后就是我们在一起了嘛，就是他挺努力的追我，然后就让我感觉。当时你同意是因为你觉得他一直在努力的追求你？对，对我也回了挺好的唐山了，不异地了。那既然你觉得他和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有差距，那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决绝的一个回复呢？他人品是挺好的，我觉得人品好的人多了。就我们就是还是有感情基础的。你是说你心里一直是觉得对他是有爱情的那种感觉吗？之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有的。不说之前，说现在。现在我被他那种行为啊什么的，我就都把他对他的好感都磨灭了。好感、喜欢还是爱，这3个级别是什么？曾经有的应该是好感跟喜欢吧。那你给他一个了断吧，因为你一直在给他说一种希望，我但凡这么努力，我一定会感动你的。因为你明明刚才说我不是不接受我只是还没打开心结。你无数次的暗示，包括他每天来接你，包括跟着到你的那个办公的地点，其实你知道他是为什么，但你还是上了他的车，对吗？你每一次的你的语言、你的行为都是在暗示，我现在是给你机会考虑，我在考察你，你只要再进一步，你只要再多付出，我就可能就会接受你，就是这样的暗示啊。是，但是他的方式不是我接受不了的。你这有点难人所难了，你给他暗示，你又不直接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才会爱上你。但是姑娘，我相信这孩子怎么做你都不会爱上你，因为是他给你的爱，你感觉到太沉重了，你负担不起，你有的只是感激。他从唐山、北京那么好工作辞职回来，为了陪你，你有的就是愧疚，但是绝不是爱情，所以你会感到沉重。但是根结在于你，你只要能够决绝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给他一个清楚的、果断的一个表达方式，或者一果断的回馈，我相信他一定会明白。他可能碰了几次疼，但他一定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碰，因为他有一个希望，你不能给他这个希望，为他好也为你好。我们不能一边坐着人家的车，一般又再给他一种假象，明白吗？实际你要的不是这个，对不对？他付出再多，他不是那个对的人。如果真有的话，你们也是成为过去的那点感激而已。兄弟，有些事儿不是你付出多少一定会得到的，尤其是爱情这事儿，不是所谓的我付出10分就一定会有10分回报。而关键现在你又做到一什么呢？过界了，过界你就对他是一种侵犯。就比如他自己的生活圈子，你一定要介入进去，你一定要在那儿站着说，向周围的人宣示说他是我的，对不对？他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人，他有选择的权利。你这样做他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但你爱他吗？你这么做真是出于对他的爱吗？有没有自己的那点自私的想法？或者说我投入了12年，我得有一个回报吧？我一定要说我已经挣到钱了，我可以给你买房，但是那些是他要的吗？你要证明什么呢？我最怕的是说你把他得到手，那就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而不真正的爱。你可以表达，但是你绝不能过度。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我刚才听见你说你喜欢她的什么，当你说完之后我笑了。你说这女生看上去的那种气质单纯，甚至有一点脱俗的感觉。我不想说的太夸张了，我只想以实际出发。你爱她吗？对，我爱她。你爱她为什么会了解了她12年都不懂这个女人？如果她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单纯，很容易了解，清澈见底，你怎么就那么不懂她呢？如果不懂她，我不会来这个舞台了。你懂她的话，她就不会对你这样。你就是一个邻居，交往了4、5年，住在一起，上楼下楼打打招呼，对这个人多多少少会有所了解，但你却这么不懂她，你让她讨厌，你知道吗？你刚才说了一个处心积虑，她立马就记下来了。然后她说你很可怕，
如果你12年在他面前经营的就是这么个形象的话，你不觉得你很失败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吗？那是因为这12年你不是在跟他相处，你是在跟你自己相处，你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哥们儿。你以为你付出的是他想要的，你以为你付出的他一定会很感动，你以为你在 KTV 里面让大家一起来庆祝他就能回心一转，你以为你把北京的工作辞掉去到那儿他就能够欣然接受，你做梦，是你自己想的。你以为你付出的是别人想要的吗？错，他并不想要。所以你这12年是白费，因为这12年你以为你是长情，但是在我看来，长情是给对方完全没有压力的陪伴，而不是处心积虑的占有。刚才曲伟跟你说，你要绝情一点，你要跟这个男生说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要或不要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选择。为什么呢？你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说，我要你对我的关爱，但我不要你对我的监视。但这2点恰恰就发生在他身上，你所有的行为都在告诉他，我只要你的关爱，你对我的好，我不要你对我的坏。不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你看你们分了手之后，你为什么还会坐他的顺风车？你为什么还会跟他正常的交往？我们还是朋友啊，朋友吗？你认为真爱了一个人到最后还能够这样的交往吗？当时我们不，你自己坦诚的说，即便说你们后来是简单的朋友，你有没有过一丝奢望就是他能改？当然，对，这就是有问题。我的前半生当中，薛珍珠死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绝大部分的女人就死在了以为男人能够痛改前非。我告诉你，人的性格这一辈子会有改变，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会有小的改变，所以才叫本性难移。你为什么那么不绝情？就是因为你自私的恋着他对你的关爱，但同时又不能接受他对你的监视，所以你是有你自私的一面的。你不可能把一个人分裂着来看，他在你面前就是分裂的。如果你要是真正对他是有所谓的感情的话，那你对于他的行为的解读就不是像今天这样，就好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挺好，坏的时候我恨不得他马上给我走开，不是这样的。你就会去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担心你。所以其实你也对他没有那么爱。你在离开他去北京那一年你不想他吗？你可曾有偷偷回去看他？你不说分手也分手啦，你不说找人也找人啦。所以不要被那种所谓表面的长情的假象所迷惑。一个人认为自己很长情，我感动了自己；另外一个人认为总有一个这么长情的人对我，虽然有点瑕疵，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这点瑕疵。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男人，就是当你听他话的时候，他对你无微不至的好，但是当你不受他控制的时候，他就会成为那个容不得一点人的那个人。有这样的男人，你听话的时候他什么都可以顺着你，你只要不听话他什么都容不下。所以我觉得今天说他是没有用的，还是你自己不要成为别人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尝试着去成为他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样子。你就是你，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走开。12年已经够长的了，难道你还要为此而浪费后下来的12年吗？你一定要坚决一点，不要表现得像个优柔寡断、楚楚可怜、梨花带雨，那只能促进他更想的跟你在一起。坚决一点，就这。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既然站到这个舞台，我还想最后一次恳求你，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知道以前我做的很过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而且我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不是像高中那时候，也不是像我们当初谈恋爱那时候感情上那么不信任你。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舞台借这个舞台机会能原谅我一次，即便将来我还是很感激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喜欢、帮助和开导，但是我现在想通了，然后我现在知道我要怎么做了。即便现在你不答应我也没关系，
好，请亮灯，回去吧。男生来。来，请关门啊。来，男生。这结果其实我知道对你挺残忍的，你尊重他的决定吗？我尊重他决定。来，我们给男生一些鼓励啊！谢谢你啊！学会尊重一个人，也许就是一种最好的爱的方式。快点从梦里醒来，好吗？好，加油！谢谢你，谢谢，请回。谢了。